之前被飞机炸出来的大坑影响了日军的汽车和坦克通行，他们不用土去回填，而是用中国人的尸体去填平。为了保护安全区的女学生，校长把他们的长发剪去，而拉贝把日军的暴行用写信的方式写给希特勒，他希望希特勒可以让日军停止杀戮，但他想多了，德国和日本是盟友关系，而不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。不过拉贝的这封信也起了作用，日本亲王接见了他，给了他和罗伯特各一本通行证，还保证不再阻拦粮食运进安全区。但拉贝从亲王府出来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司机不见了，管家告诉他，他的司机是一名中国人，刚才被士兵当成了间谍送到了战俘营。拉贝赶过去救人，但晚了一步，他亲眼看到司机被砍了头，而里面还有很多战俘在排着队等待被杀。原来是2个日本军官在比赛，比他们谁杀的中国人更多。日军窝杀了拉贝的司机，为了补偿他们随意的拉出一群战俘，让拉贝自己挑一个去当司机。拉贝看着这些孩子，不忍他们被杀害，于是他以司机被杀是侮辱德国人的尊严为由，要带走这里所有的战俘。经过一阵讨价还价，日军同意他带走20个。拉贝又高兴又痛苦，因为他救了20个孩子，但又因为这么多孩子，他只能救20个。没多久，安全区的问题又来了，日军控制了粮食，把价格提高了很多。组委会已经没有钱从日军手里买粮食了，剩余的粮食一天只吃1顿，也不够20多万难民吃3天。而校长管理的区域，这段时间消耗的粮食竟然比别的区多出了3倍。面对质问，校长只能把他的秘密说出来。原来他偷偷藏了几百名中国士兵，他见识到了日本人的嘴脸，这些士兵被日本人发现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另一边，患有糖尿病的拉贝也用完了最后一瓶胰岛素，他知道没了药，自己也活不了几天了。他把大半辈子赚的钱全部捐给了安全区，5万美金，用来向日军买粮食。他还留了一沓钱，在圣诞节那天发给安全区里的孩子，然后看着妻子的照片，准备这几天就去跟他团聚。就在拉贝准备等死的时候，一个好消息传来，他的妻子没有死，在轮船沉没的时候被人救下。拉贝惊喜至极，可又因为没有胰岛素晕倒。而这时的日本军官从汉奸口中得知，安全区窝藏了大量的中国士兵，而明天各国媒体将抵达南京，他们需要尽快销毁大屠杀的罪证，正好可以用窝藏士兵的理由把安全区里的人提前杀光。南京没有了活口，自然是死无对证。但这番话被门外的一名日本少佐听到了，他跟其他日本人不同，至少还保留了一点良知。正好这时罗伯特和德国大使前来求胰岛素救拉贝，碍于德国人的身份，日本人不情不愿地给了一点胰岛素。临走时，那名少佐悄悄把听到的话告诉了他们，让他们想办法躲避这场灾难。有了胰岛素，拉贝终于是醒了过来，得知有这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，他差点再次晕倒。可现在他不能倒下，如果日军要强行冲安全区，他们是没有力量阻止的，只有撑到媒体到来，安全区才是真的安全。第二天，日军来了，坦克和机枪也来了，而安全区的门口是一排手无寸铁的老弱病残组成的人墙，他们要用生命守卫生命。残忍的日军把枪上膛，对准了他们。看来日军真的要对安全区动手。拉贝带领着一众外国人走了出来，他站到最前面。如果殿下乐意再安排一场大屠杀的话，请您把我们一起杀掉。只要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惨死枪口之下。而就在日本军官些许犹豫的时候，港口的警报声响起，是国际媒体的邮轮到了。拉贝笑了，他告诉眼前的日本军官，如果你敢下令杀进安全区，那么日本人的暴行明天就会被全世界的人知道，而你不仅会成为日本的罪人，还将会成为全世界的公敌。军官被这话吓住了，他可承担不起。日军被迫收队，可日本人接下来的操作简直不要脸到极点。他们强行把拉贝遣送回德国，全程有人跟随，不允许他跟媒体碰面乱说话。然后日军在各国媒体面前表现出他们的深明大义，一进城就帮助这里的老百姓。而中国军队不顾老百姓的安危，在城里跟他们打起了局部战争，造成了很多平民死亡。所以日军建立了安全区，就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生命安全。走出安全区的拉贝看到了日本人还没来得及清洗的血迹，这都是日本暴行的证据。他来到码头，成千上万被他保护而活下来的百姓在这里等他。拉贝来了！所有人都喊着拉贝的名字，向他致敬。而拉贝回国后，还是没有忘记中国的百姓。他再次写信给希特勒，告知了日本人的所作所为，希望希特勒能因此放弃战争，为中国百姓做主。但可想而知，他没有得到回应。拉贝先生随后屡次向政府报告，还在德国大肆宣传日本的罪行，却激怒德国高层，把他抓进了监狱。直到德国战败，拉贝才被释放。1948年，出狱后的拉贝年纪大了，又没了工作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，甚至连饭都吃不上。而他落魄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南京百姓的耳朵里，他们立即进行了募捐，给这位恩人捐了1个亿。但那时中国的货币购买力严重不足，1个亿也就相当于2000美金。不过德国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糟糕，这价值2000美元的捐助对拉贝来说也极其珍贵。现在中国站起来了，不再是那个只能筹到2000美金的时代了。约翰·拉贝的孙子托马斯·拉贝由于疫情向中国求助，时隔83年的恩情，政府也没有忘记，给予了他最大的帮助。只要对我们施以援手的人，我们永远不会忘；而对我们施以暴行的人，我们也永远不会忘。